它好像它走错了，左方的来车切入，它怎么处理呢？自驾纽北发卖篇，我们来到了重庆，今天拿这台魏牌全新的高山8自驾版。这台车呢是用了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11个摄像头，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然后算法方面呢，用的是长城自研的 Coffee Pilot Ultra 版本是 1.6.0， 但是这台车现在还是一个量产前的测试版本，包括它这套自驾系统也是在测试阶段的。所以大家看到这套视频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版本的表现已经不一样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赶快拿这台车在重庆里面看看它的表现怎样。好，我们就启动自驾，记得关注智能车研究所，并一键3连。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啊，为什么要拿这台高山8来跑这条路线？第一个就是刚好在这边拿到这台车。另外一个呢，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现在长城的自驾是做得很好的。那所以我觉得直接拿一台高难度的车型，你看这个避让速度就控制得很丝滑的这个车一让开，它就加速通过了。所以我就拿这台不大适合在重庆的路面上面开的大车来给大家看一下，给长城秀一下它的肌肉，看它的这个 Coffee Pilot Ultra 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这边因为有个礼让行人，然后我们右后方有个车，他想过来，好，让过去了。你看这个就很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迷惑的路口啊。我看一下他选择的路线。我要帮他一把了。这个没办法，因为这条实线，他如果从这里选择不对呢，后面就要压实线的。所以我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效率的接管。好，现在我们重新回到 NOA 了。马上就出现了重庆这种很典型的在隧道里面大拐弯的路况了。好，前方呢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大曲率的拐弯。这种路线呢，就非常考验自驾系统它的感知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无论激光雷达也好啊，视觉的摄像头也好啊，都是集中在前方的，所以在这种大拐率的弯道啊，它其实对于侧方的感知，如果做的不够强的话呢，就会很慢。你看刚才那个弯的速度还挺快的，其实。好，这边有一个会出它压了一点点，我帮他一下了，压了一点点实线但这个问题倒不大，因为刚才那个其实我干不干预它都可以的，但是我为了我们做视频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嘛，所以最好是能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刚才我就稍微的干预了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左上角看到有4个数字这是我们对于干预情况的具体的计算，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简单的接管数来衡量一套自驾系统，这样就不科学，而且也很不公平，所以我们会把它分成5个细项，然后把它用4个数字表示出来。那上方2个效率共驾跟效率接管呢，其实更多是跟路况有关的，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车太急太密集的时候，我就要踩一下油门帮一下自驾系统，或者说有时候它可能会跟对向的车会有顶流就大家可能互不相让的情况，我就会提前去帮他一下，就避免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因为我们觉得，哪怕我们是在测试这套系统也不要造成整个社会交通效率的降低。我们不能说为了测试就搞很多状况出来。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自驾蓝山一镜到底的测试，去看到各个系统它的表现。哇，这个速度你看多猛！我们自驾对。好，先看一下，回到路上这里是一个右拐的路口。好，然后这边呢，它还可以了，刚好通过了。刚才那个不是实线，刚才那个是右侧是公交车的道。好，这里呢又马上进入到下一个难点了。前方就是有一个，你看这个像个猪肠一样的弯，这种非常大曲率的弯道，就看一下它的跟线能力。那因为高山这台车很大很宽5.2米几，5.28米的车长，然后1.98米的车宽，相当好哦。它很好的跟在自己的线路上面，你看，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非常好。它甚至前轮都没有压过中间的黄线。好了，然后前面就继续还有2个这样的弯，可以看一下。就这种跟线，一个是速度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轨迹。因为这台车长主要是长。
如果说这套系统它没有针对高山的车长去做一个这里就稍微的压了一点点，可能是因为刚才右方有个行人干扰了它一下。如果它没有针对高山的车长去做优化的话，还是用了跟蓝山一样的逻辑的话呢，那就大概率会出现这种跟线跟得不准。好，这里还有一次机会啊，再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方向打很多，你看它方向打很多，然后这样子，还是跟在这个线，跟在车道里面，这个表现是相当好的。顺便说一句啊，其实高山8这台车，你别看它很大，它的转弯半径其实并不是那么大的，还是挺灵活的。高山7的转弯半径好像是5.5米，然后这台好像是5.7米。高山9就是最长的那个5.4米的那台车呢，它的转弯半径是5.9米，所以其实这台车还不算是太笨重大。这边就有一个汇入的，我们的左后方会一直有车过来，然后这边的汇入呢，主要是看一下它会不会第一个让出足够的空间给对方的车，然后如果是左后方的车有空间，它是不是能及时的出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窗口，哇，可以它反应很快刚才一有个窗口，你看一有个窗口它就挤出去，可以了这个博弈能力很强，这个博弈能力真的很强。就是他留了安全的空间跟时间给自己，但是一旦有机会就毫不犹豫的一点一点的拱出去。好，然后前方通过一个红绿灯之后呢，又到了下一个难点，就是一个掉头了。那其实掉头对于这家系统来说也是非常难的，主要跟刚才说的一样，它的感知系统主要是集中在前方。我们这个今天规划的路线对的，是这样的。他好像他走错了，这里有一个不按导航走了，因为其实掉头弯是在这里的，我们再把它恢复一下。重庆的这个路实在是太过于压实线了，现在还不太支持掉头。对，是现在这个版本还不支持掉头是吧？这个版本版本问题。好。那这个等待优化吧，因为现在高山上面的这个Ultrapilot 1.6.0还不是最终的版本。现在这台车包括它自己也不是最终量产的版本我们是在一个提前的试驾的活动当中把它给偷偷的拎出来做这个自驾测试的，所以等到它上市的时候，应该长城那边会做一些优化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的。但掉头真的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难点，主要就是你掉头的时候，自驾系统是这个它有点心急，所以我就干预一下，因为现在自驾系统它不能像我们的人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扭动自己的脖子去看到两边更大角度的状况，但是自驾系统它不能，它的激光雷达就只能是在前方的一个比较窄的角度，然后包括它的毫米波雷达虽然有毫米波雷达，但是毫米波雷达对于静态物体的那个识别是会忽略的，所以掉头的时候，包括一些那些隔离带栏杆或者别的那个植物隔离带之类的，它是无法识别的，所以掉头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场景。那现在各家都在想办法那 这个 Coffee Pilot Ultra 这个名字我还没念熟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就回到一段比较正常的路上。今天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是周日现在是周日的上午，很多人都出来玩了。我觉得重庆人还是挺会生活的，对，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就会出来放松一下，所以路上的车明显是比工作日的时候要多的。好，刚才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停红灯停车的时候，那个车速的控制是做得很好的。这个以前在规控年代的自驾是很难解决，就工程师要把那个控制的程序写得很复杂，才能做到一个平稳的停车。但因为现在大家都切换到端到端了，所以这个停车其实以端到端的能力来说，只要你训练的数据量足够的话，就可以做得很好的。再加上这台车本身高山8的整个控制，包括它的油门刹车车架底盘这些都是很舒服的，所以刚才那一下停车真的是很舒服。好，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窄路通行但这个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了。
然后前面通过这段路之后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一个比较急的右拐弯，所以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啊，这台那么大的车会怎样处理这个右拐弯啊。好，这里这一段是没问题。重庆真的很多这种就很立体的路。其实我觉得在重庆用自驾最大的挑战，倒不是博弈的场景，它虽然也有很多，你看刚才这个车的切入啊，对他们重庆的司机也是挺猛的。就一方面是这种博弈，但这种博弈其实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道路的选择。啊，左方又有一个黄色法拉利就横着过来的。作为一个外地司机啊，我觉得在这边开车是有点压力的。好了，这里就是一个，你看它这个车速很猛的，然后到前面，然后减速，然后刹进去，哇，这个速度，我没有太大问题。对，没有问题，就是感觉很老司机、很老辣的那种处理手法。好，这边就是很多的自驾系统在刚才那种地方呢，它会提前很多减速的。但刚才那么窄的路口啊，这套自驾系统它是敢于直接到那个地方，还是就稍微减一点点，就从差不多60降到可能50接近40这样子杀进来。啊，这个也是很典型的重庆路了，啊，就在地下这样绕，一直在转。这种时候呢，就看它那个速度还有跟线能力了。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拐左转，也可以看一下红灯起步啊。你看它停车，真的很像老司机，慢慢一点一点，到最后是没有完全停下来的，很拟人。我自己开车也会这样，就看着前方的灯快要转绿灯的时候，就会控制着车速，尽量不完全停下来。好，这里就没有，刚好今天是没有车来抢到了，否则这个就2变1的博弈也是一个挺典型的博弈场景来的。好，然后我们就会来到重庆的江边啊，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风景啊。然后前面应该会经过解放碑是吧？会。对的。我们这条呢，我们现在走的是我们自驾纽北的重庆特别路线啊，是1.0的路线，番外篇。对，然后我们也会有别的车型走这条路线，所以大家如果对别的车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正视研究所的账号啊，去看一下。好，今天呢，我就主要是开的这台魏牌的高38啊，用的一个目前还在测试当中的Coffee Pilot Ultra 的1.6.0的自驾系统。来看一下，我们就等于说提前先摸一下底，但是因为保密协议的关系吧，大家看到这条片子的时候呢，这台车估计应该也会上市了。到那个时候，它的这个自驾的版本应该不是这一个版本了，所以现在就大家可以先心急的朋友可以先摸一下底。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就是去各地的 4S 店去试驾一下。反正现在魏牌的 4S 店，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乐意去带大家感受他们的自驾系统，因为他们的信心啊都是很足的，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这套系统很好用。确实，我第一次在蓝山，对，我在蓝山上面接触到这套 Coffee Pilot Ultra 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感觉是惊艳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自驾都会想起华为啊、小鹏啊，甚至最近这半年很火的理想啊，但就你说自驾一般不会想起长城，不会想起魏牌的，但这套系统出来的表现是相当的惊艳。你看这种右车包过来的场景，它不怂的，它就稍微控制点车速，留点空间给人家就过了，不会说一脚刹车的，这个表现是相当好的。好，这是一个上坡。其实上坡对于自驾来说也是有点挑战的，因为出于安全考虑，自驾系统它一般会控制它自己的功率输出，但是你在斜坡起步，或者说一些很明显大坡度的上坡的时候，要一方面控制功率，另外一方面又让车速平稳，这就对车控那一块提出一个要求了。这边通过一个红灯之后，马上这是在一个弯道当中的红灯，这也是叠加了2个难点的。好了，没有问题，
它已经识别出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我们会进入到重庆一些比较典型的城区的道路了。这边，刚才它有一个防御性驾驶的动作啊，因为我们左边的车停着，然后是在斑马线前面的，所以有可能有行人出来，所以刚才它通过左边那个车的时候，车速是控制了一下，通过了之后有一点慢慢的加速。这里你看斜坡起步了。我觉得以前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就很厉害，他们开手挡车，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大排量的，开着那些Suzuki 的车啊，什么羚羊啊、夏利啊之类的，在这种路上面，就天天在这种路上面飞，也是很厉害的。来看这个斜坡起步就很好，动力的控制非常的丝滑。这边就是一些很弯弯绕绕的了。好，这一个这个绕行。很好，很好。他没有完全停下来，他发现了那个车打双闪停在路边的时候，就很果断的借道绕行了。在重庆开车，你就一定要灵活。所以刚才前面那几次压实线呢，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挺麻烦的，因为在自驾系统里面，如果你协调规则去让它一定不要压实线，这个是没问题的，可以做到的。但问题就是，当你需要这种灵活处理，你看右方有一个车插进来，没问题了，它稍微让一点速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把这个规则写死了之后，这套系统它就不会借道，就像刚才那个临停的车那样子，它就会傻傻的在后面等。那所以什么时候去可以灵活的压实线，什么时候不应该压实线，其实这个问题你不要说交给一个 AI， 你说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真人司机，他也是很纠结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挺难，就只能说通过大量的这种训练数据去让 AI 就慢慢的更加接近真人的判断所以压实线这个事情大家就不用太纠结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的，以后会解决。但是现在反正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边是可以就可以因为我们的现在拐右是红灯，它识别出来了，绿灯了，绿灯起步，要不要起步？他要我接管了，我就有行人，有行人，好。刚才可能是因为右边有个车，所以它没有进入到正确的车道，那所以呢，它识别到那个红灯之后，它就让我接管了。向左沿导航变道。好，这边。它现在输出了一个，是因为我们左边的路线不是，对，重庆这个路真的是很迷惑的。我昨天自己开车也是看着导航都会走错。好，前方这个路口看一下高山怎么处理啊？它，对了，它回到正确的直行的道路上面了。好，通过了这个路口，左方的来车切入，它怎么处理呢？你看他刹车的时候是往右打一点点方向，这个动作也是很拟人的，就很防御性。其实刚才那个车是没有，它是冲出来，但是它是压在左边车道走自己车道的，倒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刚才那个防御性驾驶的动作也是处理得很好。好，前面看地图知道了，我们进入到一段比较拥堵的路线了。我觉得魏牌这套支架它提速是挺果敢的。好，现在右后方要看它这个博弈我们要挤到右方，有空隙了，有空隙之后它就走过去，可以的。我不知道长城这边有没有用到一些重庆司机的数据来训练因为可能大家在刚才的视频里面会看到，有几个点吧，他刚才的处理严格来说是有点违章的。但是我这两天跟很多重庆这边的本地朋友聊天呢，他们就说，其实本地人开车就不是不带任何的这个偏见就本地人开车会比较灵活的因为你在这里，你如果真的非常严格的遵章守法的话，没法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真的，现在你在规则跟灵活之间
去怎样寻找这个中间的平衡点，这是一个很难搞的问题。这个真的要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了。好，这边因为有个行人出来啊，他礼让行人了啊，这个是相当好，因为这是在马路中间，这没有人行道，但是他只要左方有行人，他还是会停下来礼让行人。好了，前方这里车比较多了，博弈场景就开始比较强了。放快一点儿。这里又有一些需要绕行的，看他怎么处理啊。哪里放哪 A 区？来看了，前方有行人了，他把人给让过去之后加速，对的，那跟旁边那个，你看这种强博弈还是长城直选啊。好，就没人在。好，我们现在是要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导航，对我们这2条路线都可以走的。他在纠结，他不知道走哪边，我还是稍微帮他一下吧。在干预方向盘，辅助驾驶已暂停。NOA 已恢复。而且，微牌这一套自驾系统啊，你看我刚才效率接管了之后，其实它的恢复是挺快的。就是人车共驾的感觉会比较好，而且它在 NOA 状态下面啊，方向盘当然它会有一个它自己的力矩，但是如果我去掰动它的时候，那个解开它自己控制的力矩，我所需的力其实不用很大。这边因为还是车宽的问题，我们车很宽，对，那个公交车压线了，所以就出于安全考虑，你看它的前轮已经压过来了。现在其实是在让，他不知道，因为系统不知道那个公交车是不是要过来我们这个车道，所以他就刹停了，给他让道。但他应该不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弯，也是很街道，对，它有街道，很典型的重庆的道路，因为它太长了，它无街道过不去。街道空出来之后，他就好了，走过去了。这边可以的。这个路真的很窄，好了，通过了。好，这边前方有隔离带，它就打一点点方向。哇，左边，哇，它很大胆呢。刚才我感觉车头已经是贴的那个隔离带的过去了。其实刚才那个地方是有点2并1的感觉了，就是那个路口是收得很窄的，所以那边会有一个小小的博弈。好，现在道路空出来之后，他就走了。很多朋友说现在自驾系统不成熟，其中一个点就是它的通行效率比较低、比较慢。但其实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呢，你可以参照一下我们旁边的车辆，比如说刚才那个出租车。对，确实是比我们快，但也不会快很多，所以自驾系统它就是在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但你不能期待它完全替代人，还做不到。不要说现在做不到，我觉得在未来的至少3年内是肯定做不到完全替代人的，它还是比一个，成熟的司机的驾驶那个效率还是要低的。但是你在一些比较好的路况下面，当然我们做测试就是专门挑这种有难度的路线去看一下现在各个系统它的能力上限在哪里。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不建议大家在这种路况下面还是用自驾的，这种路况你还是自己来会比较好因为你启动自驾之后，其实它并没有分担很多压力，你可能还会觉得我不如自己来开更好。但是在一些比较好的路况，比如说我们刚才在江边那种比较就车道比较整齐的然后车流也不算太大的情况下，你启动一个自驾再比如说重庆这边的几条大桥是吧？比如说周末那很多本地人就会到外围的一些山上面去玩。像我们今天就是从那个广阳岛是吧？我们的广阳岛对，从广阳岛过来，对啊，那你从广阳岛到市区或者市区到广阳岛这一段路用自驾，那是很轻松的，你就交给他开就行了所以我觉得真正适合用自驾的场景其实是那种，就是博弈不是太强烈
人啊，就道路上面的人啊车啊不是特别多，然后车道也不会有那种很密集的就比如说4:2、2:1的不是很密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适合自驾。好，我们就回到这个路上，前方因为是真的到了这边的一个旅游区了，小天门是一个旅游区，所以这边的人会很多，尤其今天是星期天。那说起这个呢，哎呀，有点心疼啊！星期天我还在这边工作啊，也请大家要多多支持一下，给个1键3连啊，关注一下我们智能车研究所，鼓励一下我们继续把我们更多的这种实车内容做下去。好了，前方我们准备要起步了，应该是可以把这个 SR 界面，我觉得 Coffee Pilot Ultra 的这一套 SR 界面还挺漂亮的，你看它识别的。对，因为后方是靠摄像头来识别的，所以有时候就会，后面的那个车，大家从这里能看到啊，其实后面那个大巴跟我们贴得很近，所以它这边识别会有点错误。这是因为那个车切入了，好，过不了了，321，过不了了。一般来说，这套系统它会过这种红绿灯会稳妥一点，注意安全。但是它也不会很死板的说，只要是黄灯就不通过，要看车速。所以这个还是挺拟人的。我们刚才过来，就除了大家能看到这一段啊，其实从广阳岛过来那一段，我也一直在用这套支架，就是在这种快要进入红灯的路口，如果我们的车速是可以，比如说最后1秒过去的话，它是毫不犹豫的啊。但刚才因为是第一个车速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很多行人，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到了3秒的时候就慢慢的刹停，这也是一个很安全的策略。对了，说到安全，其实长城这一套支架系统啊，虽然它就车机上面的名字是叫做 Coffee Pilot Ultra， 但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它这一个模型的名字是叫做 S11啊 ，S11就是 C 嘛，英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意思嘛，但实际上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安全增强的一个感知系统。所以，因为长城在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安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哪怕他们做自驾啊，起步了，这个起步是也挺快的，一旦绿灯就马上启动了。所以他们哪怕做自驾系统，他们都是把安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甚至说可以放在首位的。那所以就是这种有安全隐患的场景，他们肯定会写一些规则。对了啊，说到规则啊。其实这一套系统它的底层是端到端的 AI 模型啊，所以它能够处理很多这种很复杂的状况。但是长城也会去有一些规则去兜底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避免了一些端到端系统的，因为端到端系统有时候啊，尤其是现在其实大家的训练量都不是很足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模型幻觉，或者说一些很难以理解的抽风的动作。那有个规则兜底的话呢，就可以在安全上面规避很多潜在的风险。好，这里我们经过了重庆朝天门，对，朝天门啊。好，这里又是一个下去啊。重庆就是很多这种很立体的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好，这里它是提前选择了一个中间的路线，因为我们前方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路线是去基于什么理由选择，但这个选择是很对的，因为前方我们会有一个大角度的左拐，如果是走最左边的路线的话，其实整个视野会受限的，走中间路线的话会更加开阔一点。又有一个红灯了。今天真的人挺多的。这套高山这一套支架系统呢，是用了一个激光雷达，然后3个毫米波雷达，加上11个摄像头，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这样一套方案。那感知元器件来说是 OK 的了，挺多的了。它有一个优势啊，是因为这台车比较高，这台车的车高是1.9米的，所以它的激光雷达放在车顶的这个位置，它激光雷达可以覆盖的范围就会比较大。你看前方那个 INY。就是我们的激光雷达是可以越过它的，而在一些轿车上面呢，车顶激光雷达其实就会比较尴尬，就是你前方如果有一台大车啊，无论是 SUV 也好 MPV 也好，那其实会挡住激光雷达的扫描的范围的，所以这个是车型本身的好处
好，这里是一个，你看又是这种大曲率的下坡沿导航变道。啊，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风景，哎，它向左变道了，它已经打了向左灯，但是它没有变啊，它在纠结，因为你看这个弯弯绕绕，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也挺难的。好，向左，这一段它的跟线能力就稍微差点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是一些比较方向比较统一的这种大曲率弯道，它跟线能力很强，但这里呢方向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它的跟线能力相对来说就有待改善。而这里又是一个难点了，因为这里呢，第一个它是一个下坡到底就有一个交通灯号，另外一个呢，其实这里有2套灯号的，就我们这里看到5、6车道，然后那边还有个3、4车道，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套系统它会不会被那个3、4车道的灯号给迷惑到了，因为我们这边绿灯放行的时候，对，那边就会有个红灯了，所以这个是有点迷惑的。我第一次自己开车来，我都被迷惑了，我一下子因为就没走过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车道3、4、5、6是什么意思，所以一看到红灯呢，就你看前面这个司机可能就是了。他，但不应该，他是本地人呐，应该。你看，他们就被迷惑了，他们以为是要看这个灯了。好，绿灯，走了。大家刚才看到这个屏幕上面的红灯、绿灯闪了一下，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地图的灯号跟它实际上摄像头拾取到的灯号的2个信号打架了。打架之后呢，它会以摄像头的为主。好，这个车应该是要停车接人，是不是？不是，他走了，那我们也过去了。这里有个很强的博弈场景啊，因为我们马上要并到右边的车道，然后我们右后方有个车，可以，那个车让了我们一下啊，感谢他，然后我们也很快的捉紧了这个机会，通过了刚才那个路口。刚才那个路口就是又是一个灵活处理的状况了。它如果你看路面的划线，那是2:1，但实际上呢，是就。那边是2个车道，过来也是2个车道，只不过那个实线呢，就是在中间制造了一个2:1的一个短短的一段路。那如果灵活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压一点实线，那就还是2个车道接2个车道的。所以你在重庆真的你不灵活是很难开车的。好，前面我们就进入到来福士的下面了。来福士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啊，就是它的停车场，很多无论是重庆本地朋友还是外地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了。它那个魔鬼级的停车场啊，那这个呢，有机会我们就拿别的车。你看，刚才是因为右边有车，所以我们借了半个车道。好，这个你看，这种就是其实有点接近于一个无保护的左拐。虽然我们是右拐但是因为对方那边也是放行的，所以有对向的车，我们就要及时的处理。这种情况就很考一个这套系统它的快速处理能力了。因为正常来说，这套系统它大部分处理的是跟自己同向的一些交通参与者，但是如果在无保护的路口，或者像刚才那种就是对向车道有放行的话，你就要处理一些对向的交通参与者，那这个难度其实是会上升很多的。好，这边因为左边有很多那种施工的栏杆，所以它要灵活处理。这种地方就是你什么高精地图那些都没用的，一定要灵活处理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好，他提醒我接管是因为我们接近到了，我们接近到了。对，你看它这里就是显示出对实线的敬畏了。我其实刚才那个不是实线，但因为这个路面是很不清晰的，所以系统识别到实线之后，它发起了左拐，然后发现是实线，我又取消左拐。所以其实它还是规则上面应该是有这种对实线的识别还有处理的规则在的，只不过就实际上有可能是因为端到端的一些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训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就针对重庆这边会有一些特殊的优化这个就不知道，就反正能看出来底层上面这套系统它是对实线是有识别跟处理能力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刚才前面看到就是它会灵活处理一下
这个还是那句话吧，就我们等正式版出来之后再看一下到时的表现。现在先不要太早下结论，我们不要纠结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还可以应该更多看这一套系统更多的一个大体上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它跟车辆的博弈啊，它速度的控制啊，车控啊，包括方向的控制够不够丝滑啊。好，左拐走了，起步了。这个左拐其实也是有点难的，因为这个角度是挺大，你看它要这样打过去。然后这边呢也是2并1的但幸好没有什么车冲过来，否则这个2并1其实也是一个强博弈的场景。好了，这里就到达我们的终点了。那今天呢，对于魏牌的高38的智驾的测试就到这边了。大家觉得现在这套系统表现怎么样呢？最后还是提醒一下，这是一个测试版的车型，还有测试版的系统，最后量产的表现会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就尝鲜先看一下到时候呢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店里面去实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套系统在每个城市的表现应该是不一样的，真的，你最好去你身边的你熟悉的路线上面去试一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接管了。好，那希望大家多支持，给个意见3连啦，谢谢啦，拜拜。